以前的职业联赛天天看到这个英雄超屌的，现在这个胜率超级低的这位英雄，可是你拿他来走凯撒路才会这样，如果你拿他来打野呢，屌到爆炸！到底是谁没错？就是我们的，不是橘右京，是龙马把对面这一次直接我们打出最高伤害 ，MVP 什么该拿都拿到了。对面超秀的莫拉心想：我是谁？我在哪里？节奏带的超好啊！到底在新版之中该怎么出装，搭配什么样的阵容才使得这个大家觉得超废的英雄变成神呢？好好享受啊！如果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龙马打野的实战解说，大家很少见啦。直接呢，对面莫拉想要入野，戳他一下，让他回一个身啊。我们不断的去把自家的蓝 buff 给拿掉，那莫拉不要管他啦，自己拖慢自己的发育节奏。你没4等的节奏，待会怎么的玩呢？再来的话，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版本还能够用龙马了？其实还是很能够用啊，各位小兄弟。虽然说他现在的这个胜率低的真的没有人有啊，大家如果去 Garena 的 Apps 里面看的话这个胜率只有47%，全部就那么多小兄弟来玩他的话，他的胜率只有那么高啊。不过还是很能够用，为的是什么？你拿它，很多小兄弟拿它来打线，其实打线可以，可是现在线霸太多了，大家知道啊。现在你拿它来打野有奇效，大家知道不？小兄弟们就可以拿蓝 buff， 你也可以有节奏，这个英雄节奏感很重，所以我们来打野自己可以抓握节奏，直接一戳，来手大招小老弟 First Blood 直接拿下，再来一个环术，再一技能，再一戳，把你只打下一点点的血量啊！苏小兄弟这里你的炮歪了一点没有所谓。那说一下出装，为什么这一把出打野刀呢？这是因为这小兄弟还想守住自己的塔，反而你会这样而掉了自己的小命啊！没有所谓，我们出装说一下。为傻子为什么我们的出装会打野刀？就是因为在这个版本，虽然你出野辅有容错率，可是现在很难戳死人啊！你出野辅不是以前的一刀半血的龙马，把龙马上拿掉，而且是大条的那条龙啊，小龙啊，给他们也没有所谓啊，就是说古龙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整个节奏带起来。大家知道要带节奏是多么需要你的一个经验或者是说观念的事情吗？有时候节奏没带起来的话，整队的节奏一拖慢，那就真的麻烦的多了去了。有时候很多小兄弟打野的话看到4等我还想再农看到一只小兵小野怪，或者是说兵线还没有整理到，我想去拿，可是我已经上了4等是需要这样吗？尽量的有的 gank 死的那一波，尽量去 gank全部人没有大招的时候，只有你有，那就真的要去把这个节奏给做出来，然后就可以使得整个队伍打得很好哇！又一戳你来手，你的技能我们身上刚刚可是可以把你就这么的收掉开个墙也没有所谓，没幸好卡了墙这里这个小老弟竟然有个凝霜之痕可是也没有用把你人头就这么的收掉。我们就是打这么的带节奏，这么的有团战的这个气氛搓一搓，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小老弟躲在这个小位置这个卡瑞子没有的话就那条，这不是龙这个是红 buff， 不断的。大家为什么以前的龙马可以打半血，现在也可以怎么才可以？只要你经济比对面高得多就行了。不过现在龙马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其实玩龙马的话有心得，不过在现在这个版本少拿出来比较少拿出来，感觉现在的一技能是不是有点短了
不过也没所谓，还是比起很多英雄，比方说姓吕的那位小兄弟啊，就已经好很多了啊。那看到这个小牛牛想要扛伤害，这里要逃了，为什么不要吃他的时空杀阵呢？反而是看一下你从哪里啊，你戳我啊！来手大招，这位小兄弟，我们再进场，剩下一滴滴血量，哎，我们的蓝跟上去，把他人都给收掉了啊，轻轻松松吧。其实你在龙马玩这个版本，你不轻松，可是你熬过来的话，对面就很难搞了。你有大招复活回血没有用啊，小老弟，我们大招就把你这么多段就拿下了。而且龙马现在他拆塔还是很厉害的，很多小兄弟都觉得，哎呀，龙马这个英雄啊，用途在哪里啊？其实他拆塔也是蛮快的，如果你是拿来打野啊，转个线，你有一个强化的被动普攻啊，那一下拆塔真的快，再加上我们有什么？有这个，这里先戳一下，来一手大招啊，就秒了，真的是秒杀了啊！1、2、3就秒了，2、1、3也行啊。那为什么刚刚说嘛，我们拆塔还有什么装备很有用？就是全能武器，全能武器真的很有用啊，因为你龙马很多时候都需要到一个强化普攻，那画风一转啊，过了很久啊，打了超久啊，先一些闷闷的镜头，或者是说，哎呀，来来去去的小团战，我们先省略，来到这一波，来看一下绕后，戳来手大招，把对面的拉兹给收掉啊，马上就要退了，哎，一戳回个血量，大招又回个血量，刚刚一滴的血量，现在又回去了。以前龙马呢有一段阵子，我觉得他不好出，真的不好出，就是他大招不能够透过小兵来吸血的那一段时间，又消了，而且又难回血，那一段时间我呢都不出龙马给大家，为的是不要让大家用这个太难了。那时候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度，那时候你玩不起来啊。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有大招，自从有回血打小兵啊。还有就是有这个造型了，当然了，那我就觉得你是可以啦，现在，然后把大招一打，就把他人头给收下，等你大招一完，2技能一完一戳，这个真的大家要知道，你龙马的戳除了是伤害高以外，你一戳啊，你末端晕眩那一下很有用的，一戳啊，他就被你控制啊。这一下控制很重要的，很多小兄弟忽略了。那我们之后呢，就马上的清个中塔了中路高地不断的打，你是坦克，我们目的在于塔啦，不是塔拉是塔啦。那我们呢知道你要强化普攻嘛，所以呢你尽量在你打塔的时候呢，有1技能或者2技能，你也可以先用了一用，然后再打那一下塔，痛很多的。我也看到一个后排马上逼他的闪现，不要打了，真的不要打他，对面很多人来集火，等待进场机会一吸到，我们马上2个都要收，小孩子才做选择，往回一拉，让我们的蝴蝶小兄弟呢收下，然后拿个红 buff， 妥妥的。莫拉想要进场吗？你不够长啊！我们在上路，你要飞过来，我们就戳你。龙马真的不需要太怕莫拉，真的不需要太怕。进场那一下，你算好时间，戳他，晕眩他把对面主堡直接拆你墙。这个时间点回来，我们的尽量想要拆塔，没有兵线就算，有兵线的话，命这种东西算什么呢？能够拆塔才重要，对不对？看到下路有兵线就去下路整理啊！这个时间点血量呢还没有，那就来手大招回个血量，拿个蓝 buff 啦。回到去看到，下路兵线有，可是很多人在打我们，来一个把对面的这个拉兹给收下之后，2位小兄弟收下，不断的回血，蓝也帮我回血。这里戳一戳是为了这个被动抢这个全能武器，把对面主堡就这么的拆掉了。那他射他什么英雄呢？就是瑟菲斯还有安格烈这2个英雄瑟菲斯的 CD 短，我们打团战小团战的时候，如果你是凯撒路就会很搭，那如果你是打野的话呢，你就很搭这个卡瑞兹还有爱丽丝，为我们只有1段位移的龙马呢增加我们的跑速。那
他会压制什么英雄的悟空啊，根本就打不死我们，我们会戳他，而且我们有大招，而且我们还有2技能控制他，还有就是用他的话脆皮抓掉很轻松。那会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就是景的风筝，还有貂蝉的大招。如果你戳不死他，他大招开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不该进场。感谢收看，我是麦听多。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加分享。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了拜。